健康1+1以及健康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九，今天又是九九在新频道九九健康咖直播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九九健康咖呢是九九的最新的频道。那我会请到更多值得信赖的医生啊、营养师啊，还有各方面的健康专家，跟大家分享实用而且深入、贴近我们生活的健康知识，而且告诉大家怎么更健康。那目前呢，我们的直播还是会在健康1+1同步播出，不过很快呢，九九健康咖就将会是我们的主场，所以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订阅一下九九健康咖，只要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做得更大，也把健康的力量传给更多的人。好，那顺便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有意思。为什么呢？我想问大家哦，您是不是也有节过食、吃过代餐、戒淀粉，就什么饭都不吃，或者是跟着韩国明星吃仙女餐啊，瘦得快啊，但是复胖很快，有没有这样子？有的话，帮我们在留言地方加个1。我个人是真的有。那很多人就会问说，我吃了这么少，到底为什么瘦不下来？其实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邀请到肥胖症的专家蔡明婕医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要用科学跟临床经验，他真的好多很棒的临床经验，很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大家，减肥不该只是少吃，而是吃对比例。那他曾经协助超过1000位的学员成功瘦身，总共减掉超过10000公斤，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复胖哦。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如果您也一直被体重困住，不知道怎么吃才对，这一集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原来瘦下来不是靠意志力，而是靠正确的方法。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欢迎蔡明婕医生，蔡医生你好。嗨，九九好，主持人九九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婕医师。蔡医生你好，我要特别稍微介绍一下蔡医生。蔡医生呢，他本身是肥胖症的专科医生，那同时也是新陈代谢内分泌专科。那他同时有经营自己的脸书粉专啊，叫做健康瘦神啊，当然也是畅销作家，搞懂内分泌，练成你的易瘦体质，也有线上课程帮助很多人瘦身成功，叫做蔡医师瘦身班。我们今天呢，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怎么瘦身，然后而且有实际案例，而且告诉你怎么实际操练。好，欢迎蔡医生。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我要问一下蔡医生哦，其实很多人试了各种方法瘦不下来，我个人有很惨痛的经验，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像是我想节食啊、低碳饮食啊，或甚至是断食啊，或者是刚才讲的学韩国明星吃仙女餐，对，但是虽然真的控制住饮食哦，但是减肥失败，而且呢，短期有效，但长期会注定失败。这是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而且复胖，我很多朋友真的复胖的很严重，为什么减肥会失败？蔡医师，刚刚讲的很对，我们一听到要减肥啊，想到自己变胖了，要变瘦怎么办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少吃嘛，就是节食。那或者是去网络上看到韩国明星的减肥餐啊，看他每天吃什么东西，我们就照着做。那你说这个东西，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呢？绝对会有效，我跟大家保证，这样子节食绝对会有效。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3分钟热度啊，就是说我们这样节食下去，可能过3天就真的受不了了，就会开始报复性的又吃东西。那就算给你真的撑过去几个月，大部分的人根据医学的研究啊，有时候1年2年，大概有1半以上的人都胖回来了。所以节食的问题在哪里？在于说3分钟热度，你没有办法很持久。那人呢，终究不是机器，我们每天少吃，过一阵子很快就忍不住了，然后就会报复性的大吃，所以就会变成在胖瘦这样不断的循环。是，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真的有一些惨痛的经验。您说，市面上市场上各种不同的减食法，什么低碳啊、减碳啊，或者是keto 啊，我个人真的是尝试过，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境嘛，有时候
就容易就会被啊，你这个太胖啊，或者这个已经看起来太肥啦，不要这样啊。我们经常会受到一些善意的规劝，就是让你可能要再瘦一点，但是事实上有时候真的我们工作压力还蛮大的，所以吃啊，其实就会好像让我们有一点点补助。当然，我做健康节目10年了，所以就是比较知道怎么样去调整好我们的饮食。但是这个减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抗争。我就今天就要来请教您，您刚才提到了控制食欲，其实控制食欲是一个很直接有效的方法，但是容易复胖。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复胖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好，刚刚有讲到少吃它会变瘦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会复胖。那复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帮大家整理，可能有3个原因是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少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它感受到今天的能量不足，我们每天应该都需要固定多少的热量，以及固定多少的营养素不管是巨量营养素还是微量营养素。当我们的身体觉得我好像缺少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它就会把代谢降低？我就说，那你身体就少消耗一点热量，要不然可能会死翘翘，还是会生病什么的，身体就自动帮你降低它的代谢。那是不是我们人就变得好像都很没精神这样子降低了代谢，那当然，当你恢复吃东西的时候，那些热量多余的部分就又累积，又变成脂肪，又变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大量的节食，严格的节食的时候，除了脂肪会减少以外，肌肉其实也会减少因为我们身体认为说，这个肌肉也是多余的，你根本没有用到这些肌肉，那你吃的都不够了，我们把肌肉流失掉一些，减少身体的消耗，那其实这是很严重的损失，那也是会造成你基础代谢率下降，更容易复胖的原因。那第3点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的，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少吃了几天之后，就觉得我好想要吃个炸鸡排，好想要吃个蛋糕，然后就会去吃，一吃就觉得我又破功了那算了，那还是不要减肥，明年再说好了，所以就会这样子一直反反复复。所以不管是在身体还是心理，这个复胖的问题都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会教大家，今天我会请教蔡医师要怎么样，就是要怎么样智慧的来减肥，而且不用饿肚子。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跟蔡医生来聊这个相关的问题。不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直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的聪明，它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肌肉流失，我要从这里补。然后，你这个食欲，你可能会现在觉得很饿哦。所以呢，因为你饥饿素会增加嘛，那你就会觉得我现在的身体真的需要这些能量，所以我要补充。所以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 smart，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善待我们的身体，然后顺着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去做正确的减肥。那我们继续就要请教蔡医师，我知道您有在教人减肥，而且您的瘦身班里面，我想请问有没有人是用曾经比如说错误的减肥方法，然后结果伤害到身体，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这当然是非常的多。这个从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女生她通常就是想要快速减重，她也不太会去思考说，这个方法它到底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样她只知道说，听说很有效网络上韩国的明星觉得很有效，她就去模仿，那可能就会受到这个变成厌食症之类的，或者是受到这个经期都乱掉了，或者说会掉头发，其实这些都是蛮常见的，我都遇过非常非常的多了。然后尤其是我刚刚讲吧，年轻的时候这样子做，好像减重有效，那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等到他开始到了30岁、40岁之后，他就发现，怎么用同样一套方法，好像瘦不下来了这就是因为你的代谢已经差到说，你靠少吃可能也已经减不太下来。所以当我们瘦身班，我们的受众族群常常都是30岁、40岁已婚或者甚至是有过小孩的妇女，他们就会发现说，年轻的那一套好像没办法再使用身体都搞坏了。那我是不是要比较注重健康当妈妈或者当这个30、40岁之后比较注重健康，我就找蔡医师用比较正规、有医学实证的方法，让身体又回到一个很健康，然后自然瘦下来的状态，其实是会比较持久的。
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你真的你减肥下来，你才可以持久，而且你的身体不会损耗。因为您提到的各种错误的减肥方法，其实九九都走过，包括什么是，吃什么减肥咖啡啊，喝这个那个，对我就对对发现还有，对，其实之前我听过有一些艺人，我们这个媒体报道也有报道，有些艺人他可能因为为了要瘦嘛，因为现在的嗯，现代的审美观真的是也很影响人的就是对，人的观念哦，就觉得好像特别瘦才是好。可是这个我们先不谈，但是这种各种的减肥方法，其实让很多的女性真的是受苦太多了。然后有些真的是会把，比如说慢性肾衰竭啊这种影响我们健康的方法，千万不要尝试，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蔡医师，如果我们是。听到哪些关键字，就要小心，这可能是减肥的陷阱呢？有哦，这个陷阱非常多，那讲不嗯，完。那我一样就是归纳成3个最常见的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强调快速哦，那我觉得快速就通常代表着特别激烈，它可能是，就是让你吃的特别少，或者说只吃代餐，只喝蛋白粉，只吃什么科技饼干之类的东西，让你瘦的很快，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好有效。可是根据研究呢，你瘦的越快，其实你流失的肌肉越多。我们好好的、慢慢的去减肥，然后搭配运动的话，肌肉流失的量可以控制在10%以内，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减肥。可是如果你是透过激烈的方法，那肌肉流失可能会超过30%，那是非常非常多的，是非常是，可怕，会容易复胖的方法。那第二个就是强调说，你用这个方法绝对不用控制饮食，你大吃大喝也会变瘦。那我觉得这个通常都有鬼啦，可能里面就含有一些魔鬼禁藏在药啊，细节里对对对面，对对，不对？可能要么就是里面还有一些禁药，真的会让你嗯，有一些奇怪的方法让你变瘦，要不然就是。是骗人的，实际上还是会给你很严格的方式，然后叫你搭配这些产品才变瘦，所以强调不用控制饮食，通常都是话术，通常都是骗人的，这个不要相信。那第三点就是说，他强调说，你用他的方法很健康，但是同时又要跟你推销一大堆保健品，那这哎，个就是很矛盾。对，那既然你的方法这么健康，为什么又要买几千块、几万块的产品，一直在那边补充？这是不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原则上，只要你有均衡的摄取6大类食物，其实大部分的人不需要那么多保健品。你跟真的有疾病补充个1样2样就很多了。那大部分均衡摄取食物其实是不需要保健品的。所以第一，强调快速瘦身的；第二，说号称不用控制饮食的，或者强调要买很多保健品的。我觉得这3项都很有鬼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嗯，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提醒，因为现代人真的需要瘦身，不管您是为了美观，或者是您为了身体健康，您需要减肥瘦身，但是我们就是希望看起来非常的女性，就是希望看起来非常好看嘛，哈，越来越是好看、苗条啊、美丽啊，而是且你不要瘦到好像你这个整个皮啊都看起来皱皱的啊，其实有是是，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健康瘦身？等一下，千万不要走开。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在九九健康咖，就九九的翠星频道里面去来直播，同时呢也会在健康1+1直播，所以还没有在九九健康咖频道来帮我们订阅、点赞，然后分享频道的朋友们呢，赶快趁现在哦，赶快动动你的手指头帮我们订阅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再请教蔡医生，我们像您在临床上面哦，一般人最常问您瘦身减肥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指导过的学员真的太多了啦。那是，我们要挑一题好了，因为这一题说一个问题嘛，对不对？那对，最常被问的就是为什么我吃的很少，然后还是瘦不下来，这应该是最常见的。是，嗯，应该有为什么？听过吧？应该会有嗯，听过你身边的朋友说，我都吃很少啊，或者说有，我一天只吃一餐呐、怎么还是胖胖的？那但是为那什其实么呢？对，其实这个就是人都会有盲点的第一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吃很少我举个例来说，我们大家这个叫一个便当，然后他就吃一吃，吃完就这个白饭他不敢吃，他说吃白饭会胖，那我不要吃白饭，白饭放着，我把菜跟一些瘦肉吃掉，然后中午吃完这个便当之后，下午2、3点，肚子好像有点饿，
所以这个时候办公室的同事就大家在揪说，哎，我们买个珍奶还是这个车轮饼、红豆饼来吃一下吧。哎，他就好好好，我肚子刚好有点饿，然后就吃一下。所以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在于说，哎，他觉得他吃的很少，因为他没有吃那一碗白饭，但是他下午又吃了一点点，比如说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比拳头还要小的车轮饼，它的热量是大过于一碗饭的。再加上那个饮料的话，可能2、3碗饭的热量可能就下去了，所以他就觉得，哎，他明明一整天都在饿肚子，也没吃什么东西，那怎么人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晚餐也不好好吃，然后宵夜又想到去买个鸡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吃的很少？这些人有点冤枉啊，他们应该要改成，他们吃的食量可能很少，但是他们吃错东西了，他们都在吃一些吃不饱，然后热量又很高的东西。所以永远就在饿肚子，又瘦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人的盲点。是，这个真的是很关键。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就是好像一直很饿，然后也吃不饱，然后就觉得好像而且精神又不好，然后头发也会掉，看起来就是很憔悴，然后也没有看起来比较漂亮，因为我们想瘦身就是想看起来比较漂亮，结果都没有，然后也瘦不下来。所以蔡医生，你已经成功帮1000多人瘦下来了，而且不复胖。那我就想要请教您了，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呢？好，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关键绝对不会是那些号称瘦得很快啊，还是说吃一大堆产品，都不是。我反而都不要那些东西，我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的瘦下来，然后怎么样，在这个瘦下来的过程，我们去调整我们的饮食内容，养成我们的运动习惯。那假设我们并不是用一个特殊的饮食法，而是用每天都可以日常生活可以做得到的饮食方式，这样去慢慢的瘦，一天一天瘦。那用半年1年，假设你要瘦20-30公斤，可能要花个半年1年。可是这半年1年过去之后，你发现你这样子吃，每天均衡的摄取6大类食物，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那你就不会有说，我要恢复以前旧的饮食习惯，胖回去，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半年1年都这样吃了，接下来大概一辈子都这样吃，我觉得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可以指导学生瘦下来，然后不复胖的秘密，就是我陪着他用比较长的时间去慢慢的瘦，然后养成不复胖的关键，这样子。我就真的很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陪伴很重要，然后还有那个真的是能够贴身指导，就说你每个进程都能够跟上，然后你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您，有没有您哪一些学生从比如说瘦身毕业之后啊，到现在没有复胖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很多呢。因为我做这个线上减重，我算一算，我今年已经做第7年了，所以我是对，我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做，所以当初跟我一起学习，然后瘦下来的人，有一些刚好也住在高雄嘛，也是我的朋友，我们现在还常碰面聚餐啊，身材也是都保持得很好，所以这证明说，你的头半年1年你有瘦下来，你有维持住，接下来5年、6年、7年，我相信他接下来半辈子大概都没有问题啊。哇，那这个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是产后2年，我们知道生产真的是很容易发胖。我有一个朋友，他生产完之后真的就一直没有瘦下去，然后他的家人都开始担心他说会不会有这个 BMI 啊太过重的问题啊，然后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一点抑郁啊或什么，所以这个产后2年看这个差异很大，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案例呢？这个照片好像还不是他最胖的时候，这还不是最胖的时候吗？50公斤耶！对，他这个本身就已经比较胖了，那再加上怀孕确实又更重，所以他最高纪录是逼近110公斤的一个女生这样子。哇，身高是跟我160几，跟我差不多的，所以是逼近110公斤。那在参加我们瘦身班之后，他第1年大概就减掉了差不多20公斤，然后在第2年、第3年这样累积，现在目前我最近还有遇到他，已经剩下不到60公斤了，所以他确实是减掉了50公斤，而且目前也都保持很好，还继续在变瘦。我觉得他还有一点空间，他还可以再继续变瘦这样子。哇，还可以越来越苗条，还可以，还有空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amazing，因为
我想大家，如果您线上是产后的女性朋友们，你有这样的困扰，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告诉我们？哎，你可以加一下，你确实也是因为生产之后，然后一直都没有瘦下来，有然后可能这样的很困扰。人应该蛮多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对不对？好，真的那么我真的真的们接下来就要请教您一个重点问题了。哎，还有没有是。其他的案例可以分享？有没有另外的案哎，例？有，这一好，位还是刚刚那位产后还算比较年轻的30多岁，大家想说年哦，轻人减重好像比较简单，其实没有。我也有一些学员啊朋友，哎，这嗯，个是50岁的啊，那人家都说什么年纪大了就会变胖，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年纪大了一样可以减重。所以这一位也是参加我们瘦身班，跟着我学瘦身之后，哎，50多岁也是瘦了20公斤。那这一位也是住在高雄的朋友，那我也是跟他常碰面，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家的哦，那个狗狗这样子，他很喜欢狗狗，哦。所以你看他减重前减重后是不是一样，整个换了一个人的感觉？对，他真的坏了，我就想说这个，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过胖的话，这个体型看起来哦，就是它不但是不健康的，但是而且会容易看起来就比较老一点点。我对，们是比较客观的讲，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对胖的人有歧视，而是就说我们看到他就是会前后你个照片嗯，对照出来就可以觉得好像年轻了10岁的感觉，确实是是哦，就是是，是没错没错，体重会跟您的年纪成相反的方向。好，那我们重点来是，了，我就想请教您哦，就是我们知道说食物啊，我们可以分豆、鱼、蛋、肉类嘛，哈，蔬菜啊、是淀粉跟油脂啊。那么是，我想请教您，你具体怎么吃？因为我知道用您的方法来做瘦身减肥，其实是算是无痛的减肥，只要把这个习惯调是。整好，就不用饿肚子，而且不用吃那些奇怪的东西。我想请教你，怎么吃才不会胖？OK，哎，这个刚刚有讲到，我们均衡的摄取6大类食物，可是呢，大家可能知道6大类食物是什么，但是到底要吃多还是吃少？哦，这是一个大问题。哦，是，那是不是大家都要把计算机拿出来在那边算热量吗？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哦，这太累了，这可能对于健美选手来说是需要，但是对初学者来说绝对不用。初学嗯，者要学会是什么？是食物的比例，就是说我们的蔬菜要吃多少，然后水果多少，淀粉多少，以及肉类要多少，哎，只要抓对了比例，基本上就不太会出错。所以我最推行的就是这个哈佛大学它研发的一个哈佛健康餐盘的比例。那在台湾也有人把它改编变成211餐盘，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就是同样的东西。那我们就用哈佛餐盘来称呼它。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完全比照哈佛大学的这个图像的餐盘去做出来的实体餐盘。哎，那我们只要把食物放在格子里，基本上就达成了正确的比例。哦，我们看到这个最大一格左上角的就是蔬菜。哦，那蔬菜包括这种绿色蔬菜啊，红色的胡萝卜，或者紫色的海带那些，或者白色的菇类，哎，其实都是蔬菜。那你越多种颜色当然就越好，包含各种营养素这样子。那右边一小格，差不多一个拳头的大小是水果。那左下角就是优良的蛋白质，我们会以鸡肉啊、鱼肉、海鲜这些为首选啦。哦，那猪肉、牛肉这种红肉就适量吃，不要吃太多。那尤其是那种加工品啊，什么火腿啊、培根啊、腌制物那种，是尽量就不要哦，因为那个可能被认为说有可能致癌物的风险，所以那就尽量少吃。我们就是以一个像是地中海饮食啊，鸡肉、鱼肉、海鲜为主，这样的蛋白质是最好。那右下角就是淀粉类。那有些人会看到白饭就会担心说，哎，吃白饭不是会变胖嘛？然后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有这个迷思啦。哦，我觉得是面包啊、蛋糕啊、饼干那些东西比较会致胖。它其实就白饭来说，它跟糙米饭的营养价值只是少了一些膳食纤维跟维生素而已。白饭的热量跟糙米饭等等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像我们家有小孩，请叫他吃糙米饭，这是不太可行。那我们就煮白饭，我们适量的吃就没有问题。好，那右边也是一样，最大格的是蔬菜，一小格水果，然后下面是这个鸡肉跟面条。哦，那你只要不是那种糖油盐加很多的面条，其实热量也是还可以控制。哦，所以我觉得以一个初学者来讲，用一个视觉化的比例去抓对，哎，你就自然不会吃的太多。那也不会热量超标。那这些都是天然少加工的原型食物。
那这些可以让你吃得很饱。大家不要小看那个餐盘，我有送一个给主持人啾啾，那个餐盘超级大的，我正想要讲这个真的是，哎呦，我真的是试用了之后，我觉得超级好。怎么说呢？它第一个，我从一个比较健康的角度，因为现代人很怕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塑化剂啊。那这个是一个陶瓷的餐盘，然后我用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一个重点，你可以加热，你可以拿进去加热，然后你就不太需要考虑说我要去称，因为大家可能减肥的朋友应该都有去称过，就是你到底要吃多少分量，然后一个一个称，你不需要称，你只好把它按照你看这是蔬菜类，这水果类，然后这个是鱼蛋白质类或者是肉类，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就是你淀粉类，就很方便啊。这等一下我们会，其实呢，一般的人，比如说啦，这个我等一下会再告诉大家我自己的使用心得。但是我想进一步来请教蔡医生，就是说，如果因为一般人说，那我就是你在家里吃饭，我当然就可以就是好好的这样子安排这样子啊。但是外食族，很多人说外食族真的很难受。那到底外食族怎么办？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样按照您的方法来去吃会更好一点点呢？是。讲得很好。其实我必须承认，外食族真的会比较不容易瘦。为什么呢？因为外食本来就是一个高糖、高油、高盐的方法在烹调的。因为如果外食的厨师都不加油、不加盐的话，那个东西绝对没有人要吃，他们的餐厅就要倒店了。所以他一定是做的非常浓重的调味，重口味，让大家都喜欢去吃，这是必然的。所以那惨的就是消费者，就是想要减肥的人。去吃这些东西啊，那就特别容易变胖。好，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完全没有方法，就只能屈服啊，就只能变胖的啊？当然也不是这样子哦。我会告诉大家说，学好我们的哈佛健康餐盘的这个5公心法，那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你也可以应用。怎么说？就好像你心中有想象那样子的餐盘，或者说你就直接把外食便当的盒子，或者是外食的那个餐盘。这纸餐盘也没关系啊，你只要按照比例去放对，一样，蔬菜先放的分量多一点，可能2个拳头的蔬菜，1个拳头的水果，那这个下面放蛋白质类，然后下面放白饭或者是糙米饭，现在很多餐厅也提供糙米饭，那记得比例要对哦，蔬菜一定要是最多的，那蛋白质跟米饭呢就是各占1/4，你只要做对了比例，基本上热量就是可以控制下来啊。这边我们有一个外食的便当，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假设你今天是买了一个这种外食便当，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哇，那个蔬菜只有上面的2小格就是左上方的2个小格的蔬菜，哇，这个2个加起来可能就是1个拳头多一点而已。那右边那个右上的是豆干，它也不是蔬菜。那右下的好像是马铃薯还是什么的，然后再加一个排骨，哇，那白饭倒是很多，白饭可能1碗半左右的分量，所以这样子一个便当吃下去，通常这种排骨便当通常都是700-800大卡了，通常，那蔬菜量也不够，油脂啊、淀粉又一大堆啊，这就是会胖的原因。可是如果你一样，你是去餐厅自助餐，你夹很多很多青菜，然后夹比较瘦的肉，夹个鸡腿啊，像我刚上一张图片的范例有鸡腿也可以。然后饭呢，就是看情况，男生可能可以吃到1碗，女生吃个半碗差不多，那是不是热量就可以控制下来？所以你心中有餐盘，你要把比例做对，那就可以瘦下来。那反过来，你如果外食出去，你要点很多白饭，那青菜都没有那又这种炸排骨还是炸猪排的那是铁定会变胖。所以我觉得外食确实比较占劣势会比较不利一点。但是只要你学对好的5公心法，出去外面也都是随时可以应用的。是，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外食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便当这么简单因为外食，不知道朋友们在台湾真的是好多的选项，是台湾人很幸福我们都每次都很羡慕，就是比如说像有便当啊，便当还很好吃啊，还有什么汤面啊、炒面啊、炒饭，还有甚至水饺、锅贴，这些餐点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呢，很多专家说这些都会让人瘦不下来。那到底为什么啊，蔡医师？
嗯，因为刚刚有讲到这个什么炒饭啊、炒面啊、锅贴水饺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厨师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好吃。所以对，大家如果看到那个厨师是怎么炒饭的呢？他就把一碗饭盖下去，然后用一个大勺子去捞一勺的油，然后倒下去开始炒。所以光是那一勺的油，你想想看，它变成你身体上面的肥油，那其实就是蛮可怕的。哦，那跟白饭比起来，它就多了非常非常多的热量。那锅贴水饺也是啊，有些人想说，哦，这个水饺是水煮的，好像感觉非常清淡。其实我告诉大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水饺一颗里面的是绞肉做的哦，它的绞肉你吃下去它还会爆浆，所以那个都对，是肥肉。你如果是吃下去绞肉水饺干干的那个，没有人要买，一定要吃下去爆浆的，那一颗水饺大概就是50大卡。所以如果是一个女生如果吃10颗水饺就是500大卡，那男生吃20颗就是1000大卡，所以再加上你要喝个饮料啊，还是喝个酸辣汤什么的，那就是700-800大卡。那这种东西吃下去，大概700-800大卡就是3碗饭嘛。那所以你会变胖是绝对是不奇怪啦。一个女生吃到这样的量是，除非你运动量很大，不然我觉得你靠外食这样没有概念的瞎吃是怎么胖的自己都不知道，哎，还蛮冤枉的这样子。是，哎，我觉得这些真的算是美食，但是它也是地雷。如果要，当是然说你一般就是想，OK，正常吃的，我觉得你偶尔吃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针对想要瘦身的朋友，这些真的是地雷食物了。我一直跟大是家说，这些当你知道怎么吃，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懂你的系统里面就会知道说，哦，我要这样吃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你在很自然的你选择食物的时候，你就会选择这些食物，就有一点像你累积这样的经验，然后你就会正确吃这些食物。慢慢的，你身体习惯之后，你就会轻松自然变得苗条又变瘦。所以是。接下来我就要请教蔡医生，如果真的是像一般来讲啦，上班族都是外食族比较多，那外食族的朋友到底要怎么样吃才是正确的呢？好，这个就回到刚刚讲的，我们一定要先建立好自己的5公斤法。我们就是有嗯，哈佛餐盘的概念。那你知道蔬菜啊，对，水果、蛋白质跟淀粉的比例。所以如果是外食族，如果是我啦，假设我今天去嗯，外地开会，不知道要吃什么，我的首选一定是自助餐，因为可以是，自己去决定你要搭配多少的菜啊、肉啊、饭啊，这一定是最好的。然后，那你看到炸的东西，你就不要夹嘛。你就可以夹卤蛋啊、哎，鸡腿啊，还是海鲜哦、鱼啊这一类的东西哦，那就非常的健康。你在外食一样可以找到非常好的饮食比例哦。那再举个例子，那如果找不到自助餐怎么办呢？哎，这个一般的餐厅哦，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路边都有这种小吃店，这边是便利商店嘛。我先讲这个小吃店。那嗯，假设我们是吃卤肉饭，就有点太肥了，那就不太适合。我们可能就是有白饭，再跟他说要点搭配烫青菜，那再切一些小菜，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海带嘛，海带也可以算是蔬菜类，那再配一个豆干呐、或者豆腐或者皮蛋啊，再或者是一些瘦肉，这些都可以。像鸡胗我就很喜欢吃，鸡胗就是也是很瘦的、很优良的蛋白质，那这是，样就可以搭配，又是一个很好的哈佛健康餐盘的模式。好，那刚刚秀出来的图呢是怎么样？是如果你连自助餐跟餐厅都不知道怎么吃，那至少我们有便利商店可以吃。我们便利嗯，商店哦，这是一个便利商店的便当。那如果我们直接吃是可以啦，但是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哈佛餐盘上面解析一下，我们会发现说，它的蔬菜量好像不是那么的够哦，然后蛋白质呢，勉勉强强，那饭量好像又有一点太多了。哦，那会造成什么问题？那就是一样，吃了太多的淀粉，然后蔬菜量不足，哦，那肉类是勉强可以。好，那今天我如果是要吃的更均衡一点，我会怎么搭配呢？我可能会，如果有的话，有一些卤的蔬菜啦，现在便利商店买得到，看要不要加上去。那或嗯，者是对，或者是这个加一个香蕉，像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取哦，水果是这个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是蛮多的，是很不错。那蛋白质如果不够，不好意思，应该是上一张图，蛋白好，质我们在如果不够，刚才这还是一样在超商便当，对，对，调整后呢，就是说，怕蛋白质不够，那我们就加一颗卤蛋，那超商都可以买得到卤蛋，哎，那白饭
它的糙米饭、五谷饭有一点多啊，对我来说吃下去有点太过多的话，那我的饭就可能选择半量，这样子去搭配的话，又会变成一个哈佛餐盘的形式。所以我们说心中有餐盘，即使你在便利商店看到一个便当，你就会去思考说，我的蔬菜量是不够的，膳食纤维是不够的，蛋白质还可以再加一点，然后淀粉少一点。你不要说完全不吃嘛，完全不吃淀粉，等下下午又饿了又想吃点心，我们就是适量的吃，然后吃对比例这样就可以吃得很饱，热量可能也不会比原来的来得高所以这就是一个超商便当的吃法。那刚刚的下一张图是这个自助餐的吃法我刚已经有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自助餐我们可以很随心所欲的去夹很多的蔬菜，然后搭配一些瘦肉，像我这个应该是那种赤腿吧，再加上白饭再加一些辣椒酱。我们减重是要吃不要那么油腻、比较重口味的食物，但是我们用胡椒或者是辣椒这种比较低热量的东西去调味，我们一样可以吃得很精彩、很丰盛，但是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这样子。是，我觉得刚才那个真的是实战教学就是说我们在一般的比如说超商或者是自助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挑选食物，到底要怎么去分配。那您刚才有提到说缺少，比如说我们缺少哪一个部分，你到时候就把那个比例把它加上去，心中有211餐盘，心中有哈佛餐盘是最重要的。那不仅是要吃对食物的比例，那刚才其实也提到食物的内容很重要，特别是很多我讲一般人包括我自己也会想就是说很担心吃碳水化合物容易吃容易发胖就觉得哎呀饭不要吃我一切都好所以就会去挑选这种低碳饮食或极低碳或者是甚至生酮饮食。所以我想请教蔡医生，您每天都会摄取的高品质的碳水食物是哪一些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就是要导正一下观念，千万不要这么害怕碳水。我们要小心的是那种加工的碳水加工的碳水，面包饼干、那个蛋糕那一类的加工精致的碳水尽量减少。但是你看这些图片里面的都是高品质的碳水化合物，包括糙米燕麦、全麦的面包。那蔬菜的话刚刚有讲到各种颜色的蔬菜都很好，不只是绿色、红色黄色、白色这些都可以。那水果的话，它不仅有膳食纤维也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各种的抗氧化物尤其是像莓果类的，大家很喜欢，它有一些抗氧化物可能让人感觉好像有一点吃了会变年轻的感觉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豆类豆类它含有碳水没有错，但是它的特色是豆类同时也含有很不错的蛋白质跟其他的碳水比起来，豆类是含有最多蛋白质的这些食物，所以我们去摄取高品质的碳水化合物。那根据研究的话，有摄取这些碳水化合物反而情绪是比较好的有些人减肥不吃白饭，然后整天在那边脾气暴躁，骂老公骂小孩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整天无精打采，那实际上不需要这样子我们是适量的去摄取然后均衡的搭配，其实可以吃得更健康。那研究也是告诉我们，对，研究也告诉我们，碳水吃太少，其实对健康不利，寿命会减短，适量的吃才是最健康的。是，刚才蔡医生您提到一个重点这就是豆类这些是确实尤其是你在饥饿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脾气暴躁。那其实我在哈佛医学院有做一个营养学的培训嘛，那这个培训里面也其实很推荐我们用豆类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我觉得这是高优质的蛋白质。所以您在您的餐，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会就是比较少吃到豆类，其实豆类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好。那华人吃很多像豆腐这些豆类也是蛮多的。好，那我们另外再回到就是现在节气现在夏天了，大家刚刚过完端午节，我不知道很多人家里的冰箱是不是还有粽子？有粽子的话，帮我们加1。像我妈妈每次都会包很多的粽子，然后有时候会放在冷冻库然后因为太好吃了，每年才能吃这么一次，所以经常有时候就要吃，就请我妈多包一点，多包一点，就想吃多一点。但是呢，很多人会知道，因为粽子本来热量就比较高嘛，所以万一在家里还有粽子的朋友们，或者是说我请教蔡医师怎么样吃这些高热量食物，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在端午节这种节气的时候怎么吃才不会发胖呢？对，这个
刚好我们过完端午节哦，所以家里还有粽子的可以加1，那粽子可以吃到中秋节的可以加2这样子。所以好，不要，大家开玩笑，是但是粽子啊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它是淀粉，而且它有些是糯米，所以糯米这种东西吃下去，哇，它升糖指数很高，有些糖尿是，病人吃下去血糖就爆冲那200-300，所以真的是为了健康，还有为了控制血糖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吃，要注意要均衡。来，我教大家怎么吃哦。那一样，我们有哈佛餐盘的概念，所以当你家里有粽子的话呢，你一样对蔬菜要准备好。那水果就看情况，如果你淀粉已经很多，就不要水果，就菜多一点哦，把菜连水果那一格都把它盖满了蔬菜。然后呢，蛋白质也要搭配优良的蛋白质哦。你粽子里面会有一些肥的猪肉哦，那我就觉得那个不见得要吃，你可以自己搭配一些瘦的，比如说鸡肉啊，或者是干贝啊这种海鲜，花枝这种就是比较好的材料，比较低脂肪、有益健康的。那用这样子的搭配，有菜、有蛋白质、有粽子。那粽子，如果你是在减肥，或者是你有糖分的问题，可能就半颗哦，因为我们粽子是在吃端午节的气氛，我们不是在比谁吃的比较多颗，比赢了也没有奖品，所以就是吃这个气氛，那均衡的吃。那你每一餐半颗粽子，其实你不用过几天，你冰箱里那些粽子大概还是可以把它清掉的。你就不要想说我吃粽子一定会胖，或者说一定不能吃。更你不要说一定要吃很多，我们有技巧的去吃，那就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是，我觉得蔡医生这个真的是很关键，因为你说我过年过节我不能吃粽子，那好像有一点说不过去，但是要智慧的吃哈，大家不要说啊我吃好几颗这样子，或有甜有咸，你就智慧，因为你在减重嘛，我们稍微控制一下，然后你去搭配这些，比如说比较像五谷米啊这些蔬菜啊这些高优质的蛋白质，我觉得还是可以避免就是在过年的时候突然哇，在过年过节哦，就端午节的时候突然间变得很肥胖。还有一个情况，我想继续跟蔡医生讨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跟朋友去喝下午茶呀，吃吃点心啊，然后有时候难免就是跟朋友啊吃个宵夜啊，或者是员工聚餐啊，跟朋友们聚餐啊，然后应酬这样子额外的饮食机会。像这个时候，请教一下蔡医生，我也不能把餐盘带出去，对不对？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太煞风景了。就说哦，对不起，大家九九跟九九对对，吃饭就一定会带这个对餐盘出对对去用，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好，那我怎么办？来讲这个特殊的状况。哦，那我们来讲特殊的状况，就是说，假设我们几个好朋友出去吃下午茶，大家都点了蛋糕，那我拿出均衡的哈佛餐盘，当然是很煞风景、很奇怪的。那我们一定要吃这些蛋糕啊、点心怎么办呢？其实也不要担心，也不要觉得很罪恶，然后吃了就天要塌下来，也不用，因为你今天吃的这个东西，它铁定是高热量、高糖分、高油脂的，那怎么办？那你下一餐，那你饭或者是那些肉、那些高热量的东西，就减少一些，尤其是淀粉啦，因为你吃蛋糕是淀粉的东西嘛，那饭可能就要减少，这是不得已的。就是一个平衡的道理嘛，跷跷板你这边多了，这边就少了就这样做去调整。那或者呢，你更聪明一点，你做好这个事先的防范你知道下午茶要吃那些蛋糕，那你中午是不是饭你就刻意的少吃一点肉不要这么油，你预先做好打预防针，打后面去吃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或者说你先吃的之前或者之后有做一些运动。做一些消耗，像我就是做重量训练，那我用很大的重量，那我身体里面的肌肉里面的肝糖就会消耗掉，那我再去吃甜点的时候，那些糖分是会去补充我肌肉的肝糖，其实反而会让我变得更强壮。所以有很多方法嘛，刚刚有讲到，第一个，你做好弥补的措施，你这一餐吃的点心甜点下午茶，你其他几餐就少吃一点。那第二就是做好预防，先少吃，或者是先运动或者吃完再去运动很多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变通啊。重点是聚餐跟朋友吃这个甜点蛋糕，你就开开心心的吃，也不要有压力，反正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应付的。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去做，就是可以去调整。像有些朋友，像我们有时候去聚餐的时候，就有朋友就会说：“哎呀，我为了这一餐，我真的是今天中午都没有吃呢。”或者说：“我为对对对，了这一餐，我这一整天都没有吃。”我想这个情况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我觉得不要太有情绪，就是不要感觉很压力，因为压力也会造成肥胖哦。所以就说有是是，些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作很忙啊，或者有一些情绪，或最近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好，或者我这压力太大，我就吃很多的甜，哎，这个情绪性的进食可能也是很多人减肥失败的主因，所以有的是。时候就会想吃一点点甜的啊，或吃一点炸的食物来舒压。蔡医生，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情绪进食哦，在我们嗯，减重的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地雷啦，也可以说是，是一个炸弹哦。因为有些人你请他这个均衡的饮食，他可以做到，但是他每次情绪一来，他就忍不住这个甜点啊、东西、饮料，就真奶就一定要喝，不然他就会觉得心情很不好，一定要靠这些东西去舒压。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对减肥来说，情绪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雷啦。哦，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建议他？我反而不会去严格的限制他的饮食，反而比如说我跟他说，哦，你一定不准吃这个垃圾食物，哦，一定要遵照我的方法去做。那他这样子他会成功吗？我觉得不会，他会变成说他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他会觉得哦，你怎么会把我管得这么严格？那我反而不要听你的话，或者是我压力更大了，我更想去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的去吃那一些会让他舒服的东西啊，这是不嗯，好的，这是恶性循环。所以我并不会这样子去要求他们，我反而会告诉他们说，你还是尽可能的做好均衡饮食，你该吃的就吃，哦，那不该吃的就少吃，偶尔吃。像刚讲的方法，就是用平衡的方法，偶尔去吃。但是你要回过头去想一下，你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你想要去吃？你是太生气了呢，还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呢？你要去回过头，你甚至可以把它写下来，写日记之类，去回过头去思考，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去造成你这样子吃？那你这个原因是不是可以解决的？你甚至是不是需要找心理师或者是身心科医师去帮你处理？哎，搞不好你这个东西处理好了，你根本不需要减肥，你自然就慢慢的就瘦下来了，也说不定。减肥就事半功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这些人很辛苦啦，但是可能要先找到背后的原因，才是减肥的最好的方法。是，我觉得其实蔡医生您说到，还不只是减重的问题，因为其实压力会对我们身体造来很多的问题，就为我们健是，康啊，就是埋下很多的危机。因为不只对是减重，就是你可能会身体慢性发炎呐、或你的精对对对，神压力，精神压力也会造成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个是一定要找到根源。当然，所以现在有各种舒压的方法，但是吃甜食啊或大吃大喝，并不是最好的舒压方是，法。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嗯，不要把这个压力释放到饮食上面去，因为这会对你加成的压力，会变成你双重的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好，那另外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在减肥的朋友也会遇到，就是说减重会卡关，会停滞，就说我明明已经吃这么少，我再少一点，为什么这个数字还是降不下来，还是一样这么胖呢？所以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突破？我们看着这个哇，一直还是这么重，然后我食量已经变那么少了，为什么？这该怎么突破呢？蔡医师，OK，那我讲大概有两个部分可以去注意一下。第一个嗯，部分就是说，人一定都有盲点啦。哦，有时候我自己在我们教学员啊，学员去执行他的减重饮食，减了一部分之后，哎，怎么减了一个阶段就卡关了？哎，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教他怎么做。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做记录。哦，那我们现在想说，哎，做纸笔的记录好像太麻烦了。那现在很方便，就是手机都可以照相。我们每一餐吃饭的之前呢，哎，就先照一下，哦，照一下说我们这个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哎，包括你要吃的零食点心也要照哦，不要说故意不照，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吃，没有，所有你要吃下去的东西，你就把它照起来。所以当你有过这个完整的记录之后，你要去回顾，哦，你要去回顾说，哎，我这个礼拜大概吃了什么样的东西，那是不是其中的哪一样，哎，是比较会造成我变胖的。那甚至你如果自己看不出来，那就像为什么我们学员要找我，因为我会帮他看，
我帮你看看说，你这几样东西是不是哪里可以做调整？通常旁观者清嘛，你透过饮食的记录，再加上自己的回顾，或者是别人帮你的回顾，通常我们就会找到盲点，就可以继续瘦下去。那第二点就是说，除了饮食的内容之外，我们的心理，其实人是很容易疲乏的。不要讲说3分钟热度啦，我们通常以我的经验，大部分的人减重最有冲劲的大概2到3个月，很难超过。超过2、3个月之后，就会整个荡下来，就会节奏慢下来，甚至就会胖回去。所以我觉得就是采用阶段性的方式。假设你要瘦20公斤好了，你可能瘦5、6公斤，2个月、3个月瘦了5、6公斤，那休息一下，休息2个礼拜，你让自己放松一下，不要一下胖回去嘛，你让自己放松一下，那吃点想要吃的东西，那2、3个礼拜过了之后，再去减重2、3个月，那一次5公斤、5公斤这样子累积，其实1年下来很快20公斤就减下去了。所以我觉得2个方法，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透过回顾去看你的盲点，第二个部分就是阶段性的去进行，它会让你反而更容易。好，我想其实蔡医生呢，对于减重就是帮助很多朋友们减重，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一套方法，可以来专业的帮助这些比如说每次减肥都复胖的一些泡芙人啊，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对减肥没什么信心的这种过胖族群，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吃的这种外食族，或者是想跟家人一起，还有小孩一起健康的瘦下来，还有一些不胖但是想学饮食概念的人，就你是健康的人，你还是可以学健康饮食概念的人。其实蔡医生都有一套的减肥，就是这个专业的课程。那最近有一个课程是在5月21号会开始报名嘛，一直到6月16号。会正式开学，对对对，然后8月24号就会这课程结束，总共有10周。然后这个课程呢，就是不分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都可以参加。那这个课程其实已经开始报名了，一直到6月10号为止。那这个报名链接呢，我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这个说明区里面，那可以呢帮助大家成功瘦身。你看这些案例，我觉得看的真的好棒哦。如果你正在卡关期的话，你可以按这个 QR code 啊，就可以去连接到这个报名。那这个报名其实蔡医生就是您有分享，你有一个特别的优惠是要分享给我们健康1+1以及99健康咖的朋友们，对不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优惠呢？对，因为刚99有介绍到，其实上个月中间已经开始报名了，其实到今天快要开学，我本来是要截止了，不行，要等我们等我们的观众有需要的朋友。对，本来要关门，但是因为这个直播节目，我想说再多开放3天给大家赶快报名一下。对，所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折扣码，就是大家可以输入菜2000 TSAI 2000，那我们会在报名费再折抵2000元，所以是一个非常优惠的最后的名额，大家就赶快把握一下这样子。好，非常谢谢蔡医师，我们会放在节目底下的说明区跟留言区里面。而且报名的我们会送一个刚刚99拿的餐盘，我们是含在对，是含在报名费里面的。OK， 含在课程里面，你就可以使用。那我刚才有跟大家说，我想分享一下我就是使用这个餐盘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市面上，比如说我们吃外食，我们都可能会用外面的这些餐具，但是外面餐具真的有可能是有健康的危机，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像就塑化物啊，或者是重金属各方面，对，所以塑胶微粒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但是我看到这个餐盘，我真的很感谢蔡医生，因为它是一个陶瓷的，然后你可以用在不管是你是热食啊，或者是你要放在微波里面，或者是你想要放在你的洗碗机里面，这个都非常方便。它就是有那个。就是对你的健康是有考虑到的，而且它上面有一个很小的这种告诉你这里就是蔬菜，这里是水果，这个分量就是21餐盘的概念，然后这里是蛋白质，然后这里就是淀粉，所以大家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放。那刚才蔡医生有介绍过这些案例啊，其实也都是有这样子可以你去摆放你的餐盘，你自然你就会习惯
当你心中有餐盘，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用。我想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每次我的孩子用这个餐盘来吃，看看啾啾有没有瘦得更健康，好不好？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健康瘦身，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最后，您可不可以蔡医生帮我们总结一下，您觉得健康瘦身呢是有什么样的概念，好吗？好，我觉得大家最容易掉入的陷阱就是想要赶快减肥，很心急。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子哦。大家就是透过健康的饮食，那也不需要买任何的奇奇怪怪的保健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方法。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均衡的去摄取食物，用这个哈佛餐盘的原则，每天都吃得快快乐乐的，然后慢慢的瘦下来，养成那个永远可以持续下去的饮食习惯，你就可以瘦一辈子都不会有复胖的问题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蔡医师哦，帮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健康的饮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你累积在就是这些健康的知识、健康的资讯，怎么吃更健康，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朝向健康，而且不是那种很痛苦的要硬去改变的，就是我们说无痛健康法。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健康，好好的享受饮食，好好的享受。好，今天非常感谢蔡医师谢谢蔡医师的分享，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我想问一下观众哦，就是您听完今天的分享，有没有哪句话您特别有感觉？是吃得少却瘦不下来的无力感，还是只要掌握正确的比例就能不复胖的希望呢？如果你也正在反复的减肥失败，或正在外食啊、应酬、生活的压力中挣扎，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那您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来看看这一集节目，让我们一起用对方法，把减肥变成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日常生活习惯。那么，蔡明杰医生呢，目前的10周的课程，线上的减重课程也开始开放报名哦，也为了我们啾啾健康咖以及健康1+1的朋友延长报名时间，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点开影片底下的说明以及连结里面说明或者留言区里面的连结可以去报名啊。记得在3天哈，我们名额是有限的，还是要赶快完成报名。好，那记得如果您可以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觉得我好像很容易忘记，记得把这期节目存起来，反复的观看哦，就可以建立您健康饮食的这种习惯了。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啾啾健康咖以及健康1+1，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